上期我们聊了博伟君黄昏症候群实况视频的翻译争议，这期我们不只聊翻译本身，我们往外看一圈，这件事儿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？耶利哥篮球事件。先说一件发生在黄昏症候群争议之外的事儿。2023年6月10日，博伟君发布了一期关于恐怖游戏耶利哥的视频，标题是这部游戏诠释了恐惧源于火力不足，克莱夫巴克的耶利哥低魔黑暗世界的异能战队精读。在这期视频14分15秒到36分左右，他在介绍游戏主角团7名成员的时候，第一次用 NBA 人物来类比这些角色。队长罗斯比作克里斯保罗，狙击手布莱克比作单节37分时的克莱汤普森，重型武器专家德尔加多比作灰熊的史蒂芬亚当斯，刀妹彻奇比作字母哥，二把手琼斯比作帕特里克贝弗利，最年轻的成员科尔比作球哥朗佐鲍尔，最后是神父罗林斯比作教练帕特莱利。7个角色，7个篮球比喻，贯穿了将近20分钟的角色介绍。从当时的弹幕来看，第一个比喻出现时反应平淡，但从18分22秒第二个比喻加入球员照片之后，弹幕开始出现变化。完全不懂什么意思，克莱是谁？不理解，完全不看球，已经2个梗完全 get 不到了。第二天，也就是6月11日，博伟君在视频下方发了一条置顶评论，原文是这样的：刚看到有朋友说我拿篮球员类比角色定位的梗，部分观众觉得不妥。是的，没毛病，伟哥肯定以后不会这么代笔了，等于炒菜多加了半盘子大料。放心，百尺竿头更进一步，进步是人类的良药，对我来说就是一嘴的事儿，打磨注意得以变得更好。感谢哥们儿姐们们，今年毕竟是我的创作大年。然后是8天之后，2023年6月18日，他在后续更新的一期耶利哥视频中提到，视频1分29秒，他说了这么一句话，尤其是他的结局，如果要我打一个比方的话，放心，我绝对不会打篮球比方的。评论区里他说以后不会这么代笔了，视频里他说放心，我绝对不会打篮球比方的。同一件事儿，2种表达方式，怎么理解大家自己判断。时间空白推理。好，说回黄昏症候群游戏翻译的争论。上期说到，这里有一段比较关键的时间空白。2023年7月，质疑方还在博伟君的视频下正常留言，讨论也主要围绕游戏本身。但到了2024年12月，他开始在微博连续投稿，表达方式也明显发生变化。中间这1年多，目前没有公开记录。在缺乏直接证据的情况下，这里只能做有限的推测。从现有投稿内容来看，对方长期参与这个游戏的圈子，也建立过同好群。而在他的描述中，一个反复出现的关键词是环境，包括弹幕和评论区的骚扰增加，角色称呼逐渐被某一种译法统一，甚至连部分汉化内容也直接沿用了视频中的表达。如果这些变化是持续发生的，那么它带来的影响可能就不再只是某一句翻译对不对，而是观众是通过哪一种方式在理解这个作品。当一部作品没有官方中文，没有统一译本时，大多数观众接触它的入口其实是有限的。而当某一个版本的传播规模更大，它就更容易成为默认版本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争议的核心可能已经从翻译问题转变为谁在定义这个作品。换句话说，这里可能不只是翻的对不对的问题，而是哪个版本被更多人当成了标准答案。而一旦某个版本占据了这个位置，它带来的影响就会从内容本身扩散到观众理解、角色认知，甚至二次创作。另外，在博伟君近期视频的评论区，也有人提到他曾遭遇私信攻击，但这一说法仅来自评论区，没有更多信息来源。是否与这位投稿者或者其所在的同好群有关，目前没有证据可以确认。需要强调的是，以上都只是基于现有材料的推测，而不是事实陈述。这段时间里具体发生了什么，目前是缺失的。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是结果，从留言讨论到公开投稿，再到避雷视频，但中间那个从分歧走向对立的过程本身并不完整。也正因为这段过程的缺失，这场争议留下的其实不只是对错问题，而是一个更难回答的问题。当一个冷门作品的理解逐渐集中到少数传播更广的内容之上时，不同的解释还有没有空间同时存在？这里补充一个细节，对方在投稿中提到，这个争议并不仅仅只是针对博伟君一人。在他看来，冷门游戏的内容生态普遍脆弱，一旦某个版本的传播规模足够大，无论准确与否，它都很容易成为大多数人认知这个作品的起点。也就是说，在这种环境下，先被看到的版本往往会变成被默认相信的版本。这一点，愿意深究的观众可以自己思考。最后说一件事儿，截止2026年4月，博伟君没有开通付费视频，视频里也鲜少出现商业广告。从商业模式上来看，他做这些内容的驱动力很难单纯用利益来解释。这一点，支持他的人和质疑他的人都可以自己判断意味着什么。博伟君本人从始至终没有就黄昏症候群的翻译争议公开说过一句话。
质疑方已经离开了，声音消失了，而这场争议还留在那里。60多万粉丝意味着什么？不只是播放量，还有解释权。当解释权开始集中，问题就不再只是内容好不好看，而是别人还能不能有不同理解。当一个冷门作品的大多数观众都通过同一个入口理解它的时候，这个入口准不准确就不再只是个人喜好的问题了。